今日得见母亲安然而归，方才放下心中大石。去的路上是有些不太平，回来这一路好得很，连只苍蝇都没见着，倒是让你们担心了。还有一件大喜事要告诉母亲。华兰生了个大胖小子。你看，好啊，好啊，都是母亲请贺老太太诊脉的好处，我这心里直是无人感激。好，好，好。你们也都是有了年纪的人了，就盼着孩子们好，孩子们好，家族就好。是，母亲说的是。给父亲母亲贺喜了，终于得了个外孙子。乖孩子。想是老家安稳，明丫头气色更好了。在老家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是胖了些啊。明儿，我记着你小娘的灵位是在这儿供奉着，既来了，就去她灵前添个香油吧。是，那父亲母亲安坐，女儿先行告退了。你那小皮猴，怎么没头没脸状的呀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让他去吧。我去。我曾经在我小娘灵前发愿，要念上7遍《太上洞玄灵宝往生救苦妙经》。妈妈们去忙吧。是。不日即将来京，有要事相商，此处倒可一见，面意切切。你妈就要来了。搁在外面这些日子，瘦了许多。也还好，只是常哥没找着，蓉姐儿跟着我受了些苦。是啊，蓉姐也瘦了。木妈，有一个人跟我说，蓉姐本是千金贵胄，跟着我四处漂泊，幼小失教，以后会耽误她终身。我思来想去，还是想把蓉姐儿托付给嬷嬷，留在京城吧。哥儿放心，我老婆子别的不敢说，这养娃娃总是惯手，定将她照顾得妥妥帖帖。我看着蓉姐儿也是到了年纪，该上学读书了。读书好，能让人辨是非，明善恶，日后不会像我一样轻易被人蒙骗，也不会像他娘那样行事不正。姐是公子的血脉，定然什么都好。只是这进学的事，我老婆子可就两眼一抹黑，弄不懂啊。这不打紧，明日我便去找盛家二哥。女子书学，我倒是知之甚少。
回去问问朝云，或可得知。我海家的姑娘，从小是有学塾的，或可以将蓉姐儿放过去听一听。长柏兄，那以后你这大侄女念书的事儿，就交给你大娘子了。午后我差人送3个首饰盒子过去，就当是我给你俩的新婚贺礼了。好，我同朝云商量定了，便来告知你。我先走，近日事多，将我从翰林院调到礼部去了。我走不开。哎，等等，蓉姐儿，过来。蓉姐，那长柏叔父给你找了叔叔，以后啊，你就可以跟别家的姐姐妹妹们一块念书了。快谢谢叔父。叔父受累了，我家淑荣谢过叔父。哎，乖孩子，等你入学那日再来谢我。啊，姐姐，有了这个叔父，那些大宅子里面还是叔父吗？顾家的叔父都是假把式，只有这个盛家的叔父才是真叔父。哎，你这乱说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呀？你家三郎每次见到我都闪闪躲躲的向我打听你的情况。他们是怕我还没死啊。你的兄弟心里边真的是惦记你。再说了，顾家家谱上还有你的名字呢。要是传出去了，又是你的罪过。怕什么？反正我不打算回顾家的门。哎，哪天等你有空，咱俩吃酒。啊。爹爹，我记得了，咱们护送回来的小姑姑就是睡出的妹妹。那日正好在酉阳碰上了你妹妹，反正我也回京城，就一块护送她回来了。这事儿你千万别告诉她，感觉像我在施恩似的。你这个人啊，给了别人恩惠就懒得说，但凡是别人冤了你，就一口认下来。你呀，可怎么得了？前段到底怎么了？前边盛家的马车来接女眷，堵在门口呢，咱们怕是一会儿过不去。您看，我们是等上一刻还是？盛家，他们家老太太回京了。是啊，盛大人跟王娘子亲自来接的，可是孝顺呢。真是造化！快扶我下车，趁着老太太没走啊，我去见个礼儿，顺便也看看老太太跟前盛家的六姑娘。快点！母亲，儿子去看看车备好了没有？哦。哟，王大娘子呀，老太太，王娘子，在外边我就听说呀，你们盛家的车到了，想着呀，咱们真是有缘分。你看，在这儿都能遇上，老太太，这下可好啊？这么大冷的天，你还跑到城外来，这真人也能被你的诚心打动了呀？哎呀，还不是为了我们家小六的婚事，他前面几个哥哥姐姐呀都有了着落，就是他扣不成低不就的。我呀，我得在真人面前多祝祷几回，保佑得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儿才好啊！只怕你是挑花了眼才是啊！婚姻之事啊，都是上天注定的。你说说，这儿女啊都是债。啊，大娘子、老太太，听说了不错。齐国公府的小公爷和郡主娘娘斗气都斗了好几个月了，近来郡主娘娘的脸上连个笑影都没有，可是吓人呐！最近几天，小公爷也不出门了，听说在家闹起来了。哎呦，
连饭都不吃了。哎呦，三清真人哟，这小公爷哪来这么大义气？到底为什么不如意呀？郡主就小公爷这么一根独苗，这到底什么？怎么就不依他呢？这个我哪知道呀？不过我倒是听说，这次郡主娘娘是发了大火啊，劝解不成，干脆活活打死了小公爷房中伺候的一个女使，说他哄了小公爷。花一般的一条人命，你说这真是罪过罪过呀！哎呀，听着怪吓人。大娘子陪着伯君娘子说说话吧，我骨头老，受不得累，先告辞了。哎呦，你看看我，真是的，一看见老太太和六丫头啊，高兴的什么都忘了，拉着你们在这说了半天。老太太您慢走啊，过几日我再到府上去拜访啊。好好，那我就在家扫除，以待贵客了。好，老太太慢走啊。该说的我都说了。你要是个聪明人呢，也该知道，那齐国公府啊，可是导火线，还是我永昌伯爵府的门呐，更好进一点儿。怎么了，姑娘？府里可有发生什么大事？没有啊，姑娘。如今大娘子管事，还加娘子做帮手，林小娘倒是闹了一两回，但也没成什么气候，也就消停了。四姑娘和五姑娘还是像以前一样互不理睬，若是对上眼了，就像乌鸡眼。我听说，齐国公府打死个女使，是真的吗？是有这么回事，姑娘。听说是个新买的下人，叫做谭云，在小公爷房里伺候的。为什么？听说长得有点像姑娘你。说选人的时候，小公爷一眼就看上，要到书房伺候了。后来，小公爷不肯吃饭，只有这个女使去说管用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惹恼了郡主，就被……姑娘。伯君娘子今日那番话，一来是看上你，算起来，伯爵弟子也很高攀了，比你华兰姐姐还高出不少。这二来，除了你那个糊涂的嫡母听不出来，你我二人心跟明镜似的，是说给谁听的？是，孙女明白。那你怎么想的呢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心存妄想，齐衡千好万好，齐国府进不得。离淑兰姐姐的阴间不远，若日后
你想回头了，你的这对爹娘是不会为你得罪公爷郡主的。难道要我撑着这把老骨头去给你讨公道？明儿，你是个聪明的，须知有些事，非不为也，是不能也呀。罢了罢了，我这些年的教导，都算是白费了。你为了一个男人，神魂颠倒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什么都不怕了。既如此，你又白跟我说些什么？我老婆子有鱼有吃，我做不了你的主。祖母，孙女没有忘记，孙女知道，我不该去想，不能想。只是，明儿，你当真铁了心，不后悔吗？祖母，孙女本就不敢妄想未来的官人能对我有多好，只想求个相敬如宾，这辈子能够守拙自保，足矣。但如今小姑爷愿意为我一搏，但那么一个锦玉堆起来的人，天之骄子，从来没有受过一丝的苦，如今却为我和郡主抗衡，还闹到不赢不食的地步。不如这个时候我怕了，我退了，我就像一个叛徒。我对不起他对我的这番情谊。祖母，我知道齐家龙潭虎穴，郡主性格刚烈，国公位高权重，我人微言轻，嫁过去之后，免不了要日夜警醒。但是，为了小公爷他这么待我，我愿意豁出去的，我愿意的，祖母。祖母，你原谅孙女的不幸，你责罚我吧。明儿，那你日后可有吃不尽的苦头啊？嗯。这个快点，路上就不好走车了。听说今年的鳌山比往年的都大，再晚了就赶不上前排了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你看他那样，穿成那样，还不是想着借着看灯会遇见哪家王公豪门的公子少爷，做那一步登天、攀高枝的美梦？你说是不是？怎么了你？说了两句你都害怕呀？迟了就赶不上了。来了来了。当心留意，跟准苏姐。苏姐，包郎，郭郎，鲍老郭郎，这不是傀儡班子的吗？这街上这么多戴傀儡面具的，哪个才是他们？
这小把戏上。姑娘，就是他来了也说不上话呀。嫌少？祝姑娘姻缘美满，多福多寿。我看这边的鳌山不错，比往年都要大一些，咱们去看看吧。我轮丢了。六姑娘发髻松了，我进去给姑娘梳梳头，你们在这儿等着。是。我见六姑娘一面，真是难遇登天。出什么事了？我们家公子先是不吃茶饭，一直和宫夜娘娘对峙，到昨日夜里连水都不喝了，全家上下轮番劝他，谁的话都不听，干脆把门都封了，谁也不让进。是因为那个女使吗？那是。六姑娘，小人冒险来见你，就是想要你一句话，回去带给公子，让他有个盼头。这才多少日子，都瘦成皮包骨头了。在赶人，不知出了什么事儿。是魏主吗？不是，这街上人仰马翻的，定是出大事儿了。姑娘，打死小人，小人也不护半个字。你回去找高小公爷，他若不负我，我定不负他。是。六姑娘，这边走，六姑娘，六姑娘这边走。把大门关上。朝廷接到奏报，说是叛贼自称昭德皇帝，已攻下了贵寻等州县，挥师东进，军情紧急。怕有叛军的探子混进京城，这才停了灯会，驱散游人。从今日起恢复日常早朝，各部官员不得告假。这会儿逆贼，记得年前在酉阳老家就闹过一回。原本以为小打小闹，不成想，竟然一路打江上来。朝廷是内忧外患，让人忧心呐。我已严令全家，如无必要，不得随意出门。母亲觉得儿子处置的不妥吗？不，你处置的很妥。我在想，朝廷以往在北境开战，遇到元宵灯会，该怎么闹还是怎么闹，从无断过。这会儿逆贼，一不善战，二事发境地尚远，何至于朝廷急成这样，断了元宵灯会？母亲说的有理呀，可若不是贼乱，那还能是什么呢？官家日前尚且安康，宫内也未曾闭门，并无什么破天大事啊。你刚才说，巡防营在大街上到处搜查驱赶。是，儿子本以为是防止城内暗藏农贼奸细的。若不是抓奸细，我觉得像是在抓什么人了。封元宵灯会，封街抓人，亘古未有啊！
你大娘子去她嫂嫂娘家处走动，说不定就会带什么消息回来。哎呦呦，慢一些，慢一些，快去拿些冰来镇镇疼。哎呦，不妨事，不妨事。说出来或许你们都不信。昨夜，容妃的妹妹也去关灯，走到半路，忽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伙贼人，将她掳走了。哦，容妃的妹妹，容妃燕啊？不是她还有谁啊？容妃的嫡亲妹妹，那是何等尊贵呀！哦，就在汴京城里啊，在元宵灯会下让人给掳了去。莫不是你嫂嫂娘家混说的吧？官人你自己打听不着内情，你可别当我们王家的亲戚在汴京是吃素的。你是不好做官的，下条说两句参详一下，你非要挤兑人不可以。也罢了罢了，只求大娘子快说，一屋子等得急呢。要说呀，这容家二姑娘也该找倒霉，那大街上挤得水泄不通的，她非要下车去看那大鳌山，10几号仆妇家丁围着，一转身人竟然就没了。莫不是冲撞到了什么，见了什么不洁的东西吧？天子脚下，元宵盛会，竟然丢了王公贵女，这世道要乱，咱们家可要处处小心才是。大娘子，冰来了。哦。这不是容家姑娘吗？净豪奢，净豪奢，这个元宵有什么好奢的？今儿还给停了。有了南征的反贼，就有胆大的敢掳掠皇家贵女。近日街市不安，这有什么稀奇？怎么就要拆花灯、吃鳌山了？好好的一个元宵，竟给那容妃燕给糟践了。别瞎说，这事听着怪吓人的。那个容家不过是个瓦匠出身，往日里容妃燕仗着小容妃的事骄横跋扈，什么雅集诗会都拿下巴尖看人，还贴着远若哥哥不放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告诉你，他这样恐怕是活不成了。你出去以后不许胡说，把每一句话都给我憋在肚子里。
如何？外面太平些了吗？街上倒是不乱了，买卖照做，店铺照开，人也不少。可街上到处都是巡城的官兵。都这么久了，海蓉儿姑娘的人还没抓到。都说是贼了，哪那么容易被抓到啊？怎么抓不着啊？汴京本地的是左邻右舍都有保人，外地行客也有路引，家家户户一人一处都在案有册，怎么就抓不着呢？这只猫也应该抓出来了呀。我在路上还听说，荣家的国舅爷荣昌在文德殿上哭得死去活来，荣妃在后殿都哭晕了3次，皇后娘娘说动了官家，禁军都出来了。我路过府衙的时候，荣家正堵在外头不肯走，说是好几天都没见到府尹大人。那外头这么乱，见着不围了吗？我在外头转悠了好久，别说不围，连麻雀都没见到一只。姑娘，我明日起日日都到国公府去转一圈，不围也不会一辈子都不出来的，对吧？总能等到他的。他若是有心，消息总能送出来的。都是我们，千万别乱了章法，让人拿到了把柄。是。既然小姑爷见不着，那我就先去玉清观见见我姨妈吧。外头这么乱，只怕主君和大娘子是不会让姑娘出门的。你要出门？外面正不太平，你父亲千叮万嘱的叫女孩在家不要到处乱跑，你可倒好，专会给我出难题。年前父亲已经答应了女儿，只因为事多才耽搁了。昨夜，女儿做梦，梦见了小娘，她责备我不守信诺。瞧着如今元宵已过，特恳请大娘子准许。既然官人答应你，那你就应该去求他呀。我虽是大娘子，却也不敢擅自做他的主。早日父亲向祖母请安，女儿已经禀过了。父亲叫我来请示大娘子，说内府事务派车用人的，终究还是大娘子说了算。这倒也是。如今官人呢，是事事都要问了我才点头的。那你就去吧。今天就把东西预备齐全，明日天亮就出发，日落前务必回来，不可在外面耽搁。谢大娘子。你们在外面守着，姨妈想是家里有事要求我，又不好开口，我去与她多说2句。哎，好孩子，你可来了。我们一进京就听说街上出了大案子，只怕是你这样的贵女出不了门来呢。姨妈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急？我带人来了。小蝶，小蝶姐姐，姑娘，姑娘，你怎么都长这么大了啊？小蝶姐姐，小桃那个懒丫头把你照顾好没有啊？啊，她把我照顾挺好的，还就在外边呢。快坐，快坐。真好看。
这么多年，我就一直想着能把这个还给姑娘。这是小娘唯一的嫁妆，日后得跟着咱们姑娘一起嫁出去。你没用这个银子，那你这是怎么过的呀？太平盛世，哪里没有活路啊？来，给你戴上。我知道，东西一定不是你拿的，你是被人陷害的。我的事情啊，都过去了。重要的是小娘，你们想过了，除了林小娘屋里，没有旁人了。这次我带来的还有一个郎中先生，等着，我去把他叫来。你们找到他了？就是那个当年给咱们小娘看诊的张郎中。张先生，我方从乡外采药回来，连城门都没有进，就被你们千里迢迢拽到汴梁。这边，我家里还有一堆病人等着呢。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坐，请坐。要问什么，赶紧问。先生，您还记得那日的事情吗？你才知道当年的事儿呢。我的病人万万千，左一个要我记得，右一个要我记得，我能活到今天吗？望先生海涵，我因无事关心则乱。只希望先生你能回想起当初给我小娘看诊一事，以解明兰多年的心结。我也不是冲你，只是之前同贵亲多番解释，多年之前的事儿了，我实在是记不得了。我总不能胡乱回你，反而误事。可他就是不信，硬要拖我来。您一定要记得，若和您不相干，也就再也不会有人去您家门外监视打探。我真是记不得了，我总不能随口胡诌吧？我记得，当初您给我小娘看诊的那时候，有个贵公子在扬州堕河，我家遍布官兵，整个扬州城也在四处寻找。先生，先生不必担心，定把魏小娘看得安安稳稳的。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你家稀奇得很，是小娘管家，不是大娘子。没错，就是我家。你们家当年来请我的时候，我心里还十分高兴，想着若能搭上通判府，以后就能跟官府有个长久的生意了。可是那天刚到你们家，院都是官兵啊，吓得我那个厉害。我当时就想，如若再来请我，我还要找什么措辞推脱呢？可是后来，就再也没人来请过我。是，那天发生什么您还记得吗？我是先头给小娘看了，后来又看了一个，后头那个身怀六甲，我眼瞅着还有几个月就临盆了。对，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瞧完孕妇就去找先头的小娘回话，我说，孕妇胎身有些大，但并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只要看住孕妇，令她不可滋补，清淡饮食，多行多走，一定能平平安安。早餐吃这个实在是太过奢靡。小娘受了惊吓，吃得静养，不得走动。打草惊蛇，没想到蛇是这样的。
所以，这究竟是怎么了？那位小娘产乳血崩而死，连带着肚子里的孩子都没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！只要少吃多动，孩儿一定能平安落地。若是有人拼命给她塞珍馐美味，还要她多加休养，这不是胡闹吗？那定会胎大难产啊！您敢对天发誓，全无虚言吗？我对天发誓，绝无虚言。明良那丫头今天又出门了，说是去玉清观做法，哪那么多法事做呢？本是有什么别的事儿吧？小娘放心，我男人在扬州守了好些天，那位曾经给魏小娘看诊的张郎中，一点踪迹都没有。没有证据，他能掀出什么风浪？一朝花开傍柳，寻山无觅听候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偷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眷恋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眷恋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